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男友妈妈急用车将我的奔驰开走，转头告诉我，钥匙搞丢了，配把新的要5000多。我本打算自己掏，却偶然发现他正开着奔驰跟老姐妹炫耀，丢钥匙是个借口。我就想试试这姑娘有没有眼力见，她要是脑子活一点啊，就应该把车主动送给我开。我的脑子顿时活了。喂，我要报案，我的车被偷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刚下飞机，收到男友周进发来的消息，宝宝，我妈丢了钥匙，自责的不行，车都远程锁上了，她还是不放心。这2天仍旧坚持在车旁守着，晚上都不走。他让你问问配把新钥匙多少钱，钱他来给，只求你千万别生他的气。配钥匙的价格，我上飞机前就知道了，一把要5000多，并不便宜。原本我还在琢磨，要怎么跟周进和他妈妈说，才能既不伤和气，又能把钱要到手。现在他这样一说，我要是再去问他们要配钥匙的钱，倒显得我太过小气了。这事想起来就有些气闷。1个星期前，我出差匆忙，奔驰车停在周进家楼下，钥匙也放在他那。3天后，周进打电话告诉我，他家的车坏了，他妈妈又急用车，就把我的车开走了。当时我就有点不高兴，要开我的车，怎么不事先告知呢？车都开走了，才来跟我说，那我还能说什么？结果没多久，周进又打来电话，他说车钥匙被他妈妈弄丢了，车门锁不上了。我那个气啊，开了车就得保管好啊，钥匙都能丢，这是有多不上心。但当时听动静，周进的妈妈就在他旁边，我顾着他面子，就没好抱怨，只让再找找。结果当然是没找到。我远程锁上车，随即就咨询了 4S 店配钥匙的价格，长吐出口气，我打出一行字，算了，钱我自己出吧。还没发出去，微信弹出视频请求，是闺蜜秋秋。我按下接听，好啊，你回来了也不跟我说，这是准备和你家周进上哪儿潇洒去啊？一接通，他那大嗓门就嚷起来了，我这刚下飞机，能上哪儿去啊？秋秋一脸不信，刚下飞机，你骗谁呢？这前面的车不是你的是谁的？还想哄我，真是见色忘友啊你！我狐疑，不是，我真在机场呢，不信你看。我拿着手机往四周扫了一圈，哎，还真在机场啊！等等，我拍给你看。闺蜜当即拍了张照片过来，你看，前面这车是你的吧？我没认错啊，你车借别人开了。点开照片，一溜黑白灰之间，那辆熔岩红的奔驰挺显眼。再放大看车牌，还真是我的车。怎么回事？钥匙不是丢了吗？这车又是谁在开？周进这时又弹来消息，宝宝，你在忙？我顿了顿，再次跟他确认，钥匙真找不到了吗？我妈到处找了，真丢了。几乎在我问出口的下一秒，他就回复了，速度之快，说明丝毫没犹豫。他说谎了，他说钥匙丢了，他妈妈一直守在车旁，可车子又怎么会出现在马路上？到底怎么一回事？绿灯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晚点再找你。那边，秋秋说着就要挂断，我忙喊住他，你跟上我的车，看看是谁在开。你不知道你的车谁在开？秋秋错愕，说来话长，之后再跟你解释。你快去，服了。秋秋嘟哝着挂了视频。我心不在焉地打车回到小区，刚走到楼下，就看到秋秋发来消息，姐妹，真是开眼了。紧接着一个视频传过来，你自己看吧。开我车的人是周进的妈妈陈玉荣。
周进口中所谓的要是丢了，他妈妈守在车旁不走的话，那都是假的。至少从视频里看，他妈妈可潇洒得很呢。她开着我的车，还载了3个老姐妹，领着她们下车进了一家咖啡馆，一坐下就炫耀上了。怎么样，这档次的车坐着还行吧？这可比你们家里那10来万的代步车舒服多了吧？被几个姐妹围坐在中间的陈玉荣，那叫一个嘚瑟，看那满面红光的样子，口水就差喷别人脸上了。舒服是舒服，但这车也不是你的呀。我们家那车虽然不贵，但至少是去年才换的新车。你家那辆大众都开15、16年了吧？还有几年报废啊？到时候换车要是差钱，就跟咱们说，几10年老姐妹了，借你18000的还是可以的。她一个老姐妹估计是看不惯陈玉荣那嘚瑟劲，故意说话刺她。陈玉荣脸一沉，扬声反驳：谁说这车不是我的？虽然暂时还不是，但很快就是我家的了。几个老姐妹对视一眼，纷纷看向她。陈玉荣得意了：这你们就不懂了吧？今天就教你们一招。原来他是故意让周静告诉我车钥匙丢了，目的就是为了试探我。我就想看看这姑娘有没有眼力见，她要是脑子活一点啊，就该明白我的意思，主动把车送给我开才对。这又不是几十块、几百块的东西，这可是带几10万的车，人家能说送就送。有老姐妹提出质疑，陈玉荣大言不惭：等她嫁给我儿子，人都是我们家的了，一辆车算什么？可那车是人家姑娘的婚前财产啊，你们家沾不上。没错，就算真跟周静结婚了，那我婚前购买的财产也是我自己的，跟他们家没关系。且不说陈玉荣这样的做法的确让人恶心，但就冲他这信口开河的自信，究竟是谁给的？陈玉荣适时又响起的声音很快给我解了惑。婚前财产怎么了？早晚他整个家的家产都是我儿子的。说着，陈玉荣更得意了。他家就他一个女儿，老家还是在一个小地方。虽然他父母运气好，开个小公司挣了点小钱，可要是放在咱们这里，那都不够看的。他们家能找着我儿子这样的女婿，那真是积了8辈子福了。就我儿子那条件，不用我多说，你们也知道，有学历，有身高，有样貌，又是吃国家饭的。不是我吹牛，好多女孩子排着队想跟他谈，他都看不上呢。他就死心眼，光看上温宁这姑娘了。那我不得好好给我儿子把把关啊。这丢车钥匙就是个考验，他要是上道啊，就该主动一点。那这姑娘要是不上道呢？他老姐妹问道。陈玉荣脸一沉：不上道，那我得让我儿子好好调教调教才成。等调教好了以后，我还能给他点面子，让我儿子给他爸妈养个老。几个老姐妹面面相觑，一时都没话说。陈玉荣扫他们几眼，唇角一勾，招呼他们起身走，再带你们兜几圈去。秋秋说的没错，真是让我开了眼了。一时间气血翻涌，怒气蹭蹭上涨。我说呢，当初追求周进的女孩不少，其中不乏有样貌又有能力的，怎么偏偏周进一个没看上，反而看上我这个样貌平平，工作平平，各方面都不出挑的人？现在想来，一切的转折好像就在我买了这辆奔驰之后。去年爸妈提议给我买辆通勤车，我的想法是能代步的普通车就行。可是爸妈从小宠我到大，买车也不含糊，直接就来了辆近50万的奔驰。记得周进第一回撞见我开这车的时候，眼神明显亮了亮。当时我也没多想，只以为他纯粹觉得这车漂亮。现在想想，
那分明是发现了精准猎物后迸发出的势在必得的金光啊！鼻子突然有些发酸。平常周进对我非常好，嘘寒问暖，事事有回应。我母胎单身，一朝陷在周进的温柔里，对他一心一意，是真的想跟他结婚的。没想到他和他妈妈竟是抱着吃我家绝户的打算，对我又能有几分真心？吸吸鼻子，我长长呼出一口气。今天要不是被秋秋撞见这事，我还真被蒙在鼓里，倒不是真的会傻到将车子送出去。但是照陈玉荣的说法，如果我不上道，就要让周进调教我。怎么个调教法？在此之前，我是非常信任周进的。如果他故意天天破我，搞不好我真被破进他们母子的圈套，以后被他家吃了绝户，我还乐呵呵傻笑，用力握了握拳。所谓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回之以拳。退出微信，我果断拨打110。喂，我要报案，我的车被偷了。报警后，我又给秋秋拨去电话。我现在正要坐飞机往回赶，先委托你这个目击者去警局帮我配合走一下流程。秋秋讶异，你这是直接跟周进母子撕破脸了啊？我挑挑眉，撕破什么脸？周进说钥匙丢了，车在他家楼下，可你却看见车在路上跑啊，那不就是捡钥匙的人把我车开走了吗？我的车是真被偷了啊！秋秋扑哧一声笑，等着，姐妹，我先去看场前戏，你老可得慢着点昂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将手机调成飞行模式，然后慢悠悠上了楼。车钥匙弄丢后，周进说他妈妈守着车不愿意走，我为了提前回来，这几天通宵达旦，本来1星期的工作压缩到了5天完成，累得要死，紧赶慢赶跑回来。周进和他妈妈却给了我这么大个惊喜。回到家，我做了顿午饭，细嚼慢咽吃完，又洗了个舒服的澡，然后拉上窗帘，一觉睡到下午3点，伸个懒腰，疲惫一扫而光，拿起手机关掉飞行模式，顿时哗哗进来的关机来电提醒都要把手机挤爆了。微信里也收到周进发来的一溜消息，宝宝，你怎么关机了？你什么时候出差回来？我妈被当成偷车贼抓起来了。宝宝，警察说是你本人报的警。看到消息赶紧给我回电话。看到那句陈玉荣被当成偷车贼抓了，简直不要太爽，我笑得直不起腰，真是大出一口恶气。正笑着，手机急促地响起，是周进。我酝酿了一下情绪，在电话挂断的前1秒接起，抢在周进开口前哇哇大哭，进哥，我的车被偷了，呜！有人在路上看见我的车，肯定是捡到钥匙的人开走的。我报完警，立马就往回赶了。刚刚才下飞机，也不知道偷我车的人抓到没有。我现在就去警察局问问。呜！我一边哭一边说，听到电话那头越来越重的呼吸声，我憋住笑，问道：进哥，你在听吗？你能陪我一起去吗？你没看微信吗？我现在就在警察局。啊，我还没来得及看，怎么回事？等等，我看看。我手忙脚乱的要看微信，感觉周进有些咬牙切齿。你报警前怎么不先问问？车是我妈开走的，现在警察把他当偷车贼给抓了。啊，怎么是这样？钥匙不是丢了吗？我还问你了，我不知道。呜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我表现得惊慌失措。行了，之后再说这些，你赶紧过来警局。我跟警察解释了没用，他们坚决要你本人到场澄清，才给放人。好好好，我马上过来，我现在就打车。挂断电话，我擦掉憋笑憋出来的眼泪，
拿上钥匙出门，等电梯的时候，看到电梯门映出来的身影，才想起来忘了什么。做戏得做全套啊，不然就露馅了。我返回家，将洗澡前换下来的脏衣服穿上，又对着镜子往头发上抹了点油，看不出来刚洗过的样子。再扫一眼脸色，刚睡完一觉，也太精神了点。伪造上黑眼圈，又往兜里塞上一瓶眼药水，提上还没收拾的行李箱。想了想，在家坐了大半小时才出门，到楼下打车又等了会儿，一算1小时过去了。周进又打来电话，到哪儿了？你快点，这都乱成一锅粥了，已经在路上了，快了快了。嘴上说着快了快了，实际上我吩咐司机多绕了好几圈。到警察局时，又是1个多小时过去了。我往眼睛里滴上几滴眼药水，提起行李箱，呼哧呼哧往里冲。冲进大门，刚想张嘴喊，就卡顿了。嚯，人不少，有男有女，少说8、9个吧。女的全堵在周进跟前，一个个急赤白脸，口若悬河。你说你妈干的什么事？一把年纪了，还偷车？偷车就算了，别显摆啊！拉着我们家老太太出来干啥啊？这要是被当成从犯，留个案底，影响我们家小孩的前途，那你们家不是诚心害人吗？周进缩在角落，像个小菜鸡，一边抹着脸上喷溅的口水，一边着急解释：误会误会，我说了，这都是误会，车是我女朋友的，她没搞清楚状况就冲动报了警，等她来解释清楚就会没事。女朋友，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，连个影子都没看见，你唬我们的吧？啊，我看你也别拖延时间了，让你妈赶紧认罪，别连累其他人了。女人们你一嘴我一嘴，堵得周进百口莫辩。慌乱间，他转头看见我，瞬间眼睛一亮，指着我大喊：哎，我女朋友来了！我连忙收起看戏的心，硬挤出2滴眼泪，抱歉，路上堵车。我几个跨步冲到周进面前，着急地问道：进哥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阿姨趁我不在开我的车，开就开了吧，结果连钥匙都搞丢。我也没怪他，怎么钥匙找到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秋秋说在马路上看见我的车了，我都快吓死了。那是我爸妈花50万给我买的车啊，我还真以为被谁偷走了，吓得我工作没做完就跑回来了。领导说我擅离职守，搞不好要开除我，怎么办啊？进哥，我抽抽噎噎，伤心的要死。周进皱紧眉头训我：你别哭了，赶紧跟警察说清楚吧，报警前也不问问清楚。我抽噎的声音一顿，捂着脑袋踉跄2步，像是要晕倒，一只手扶住我，抬头一看，是其中一个大姐，脸黑黑的。我以为她要把怒火转向我，结果她头一转骂上周进。我算是听明白了，你们娘俩这是把人家姑娘的车当自家车使了啊？横竖什么事都不用告诉人家一声呗，真是忒不要脸了点。周进长红着脸，半天没憋出一句话。我紧咬牙关忍笑，差点破功，心底默默给大姐点赞。这大姐人不错，能处，就冲这大姐的仗义，我也不好再拖延时间，当即找警察澄清误会。警察将陈玉荣和她3个老姐妹从审讯室放出来，给他们卸掉手铐。4个人的脸色可谓难看到极点，尤其是那3个阿姨，因着陈玉荣，莫名进了一趟局子，望着陈玉荣的眼神像是要吃人。刚走出警局大门，一个阿姨就骂上了：真是晦气，老娘我一辈子没做过坏事，老了晚节不保，竟然被你连累上了铐子，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
说着就上手了，逮住陈玉荣，又是抓又是踢。周进上前救他妈，也挨了好几爪子，脸上瞬间多了好几道血痕。那8、9个家属都站在旁边看热闹，不嫌事大。只有另外2个阿姨上前拦架。他俩虽然嘴上劝着算了算了，几10年的感情了，别因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，实际上暗地里不是趁机揪陈玉荣一把头发，就是对着他肉多的地方狠狠拧2下。霎时间，整个大门口就只听见陈玉荣的痛呼惨叫，以及周进的大吼：“住手！住手！”我退出10米远，急得不得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最终是警察看到动静，出来阻止，才结束了一场闹剧。陈玉荣被揍得惨不忍睹，眼睛肿着，嘴角破了，脸上全是指甲抓的血印，头发也被抓掉好几把，想必看不见的地方也好不到哪儿去。看着他的惨样，我忍不住嘴角抽了抽。这阿姨豁出去打，下手可真狠，不过也是真爽啊。那阿姨走的时候还拉着我意有所指，姑娘可要擦亮眼睛啊，有些人啊看着人模狗样的，那里啊早就烂完了。闻言，陈玉荣和周进更是脸黑成了锅底，再配上那一脸花花绿绿，真是好不精彩。我低头狠揉了一把脸，才走进2人身边，看着周进，弱弱开口：“进哥，今天这事都怪我，要不是我太冲动，也不会让阿姨遭这么大的罪。”周进狠狠刮我一眼，语气恶劣：“现在说这有用？你看你把我妈害成什么样子了？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我也没脸跟你继续谈了。你值得更好的女孩。”我仓皇看他一眼：“我们分手吧。”然后转身就走，却被迅速拽住手。回头一看，拽我的是陈玉荣。我感觉我都看见他眼里的火苗了，可他却硬是将语气软了下来：“温宁啊，你年轻做事不稳当，阿姨不怪你，以后对周进对我们家多用点心就行。”这话倒是把我说愣了。直到2人走远，我还呆怔在原地，受这么大罪，竟然还能忍住不发火，不容小觑啊！可突然一声咳嗽把我惊醒，转头一看，秋秋靠在警局门口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：“哎，刚才一直没看见你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看你演戏挺起劲，怕出来打断你发挥，就一直躲在旁边看热闹呢。”我俩对视一眼，想起刚刚那一幕，没忍住哈哈大笑，笑了好一会儿才想起还在警局门口，赶紧溜之大吉。回到家后，听秋秋说起陈玉荣当街被铐，挣扎无门，吓得2腿颤颤的样子，又是一阵捧腹大笑。笑完，秋秋有些为我发愁。话说回来，都这样了，那老太婆还能隐忍不发，这是咬死你这块肉了啊！我顿时有些烦躁，本以为可以趁机分手了事，然后彻底远离周进母子，没想到竟分不成。对了，前阵子听你说，你爸妈要来跟周进妈妈谈你俩结婚的事情，现在都这样了，你还让他们来吗？秋秋突然问道。我这才想起，差点把这事忘了。见面的时间早就定好了，就在1个星期后。我赶紧给爸妈打去电话，将发生的事细细说给他们听。本来我的意思是，我和周进不可能了，让他俩别来了。可我爸却坚持去。怎么不去？听你这样一说，我和你妈更得去看看了。我有点不理解。爸，这还有啥好见面的呀？我爸严肃说道：“闺女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不知人心险恶。这回他们因你吃了这么大亏，虽然事情是他们自己做出来的，但他们可不会这么想，铁定把一切原因
归咎到你身上。你觉得他们能轻易放过你？再说了，像他们这样的人，咱家要是放走了，转头就得去霍霍别家姑娘，所以爸妈一定得去，不能给这对母子翻身之机。挂断电话，秋秋直接竖起大拇指，听叔叔这口气，怎么感觉有点帅啊？没想到爸妈隔天就到了，来了后简单问了问周进家情况，他俩就出门溜达去了。每天早出晚归，比我上班还跑得勤。我好奇问他们去干了啥，我爸一脸高深，不打无准备之仗。周进这几天也没找我，大概是我太不上道。陈玉荣估计正在耳提面命，教周进如何调教我吧。到了约定见面的前一天，我爸亲自给陈玉荣打去电话，和和气气地告诉他，已经订好了本市最好的酒楼，就盼着第二天见面，好好谈谈我和周进的婚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更是亮瞎我的眼。我爸我妈一身豪气冲天，我爸一手一个大金戒指，脖子上一根拇指粗的大金链子，我妈10根手指戴了8个戒指，又是黄金又是宝石。我嘴角抽了抽，这么漏财真的好吗？假的。我嘴角抽得更厉害了。你们这是立个暴发户人设。我爸一脸淡定地告诉我，人傻钱多，立即得到我爸一记赞赏。陈玉荣和周进整整晚了1个小时才到。陈玉荣嘴上说着抱歉来晚了，脸上可没有一丝歉疚。两人在看清我爸妈一身行头后，眼神闪了又闪。我爸起身乐呵呵招呼两人入座，又是挪椅子，又是帮忙倒茶。听宁宁说亲家车坏了，出门不方便吧？要是不嫌弃，我那车你们拿去随便开。说着将一串钥匙递到母子俩面前，看清钥匙上的标志，周进眼神瞬间发亮。楼下那辆揽胜是叔叔你的？我爸憨笑着忙摆手，对对对，不值钱的车，别笑话就行。陈玉荣眼神闪了闪，客气道，怎么好开你的车？这有什么？等宁宁和周进结了婚，我整个家产都是他们小两口的。我这车虽然不怎么样，委屈亲家母先开着，等结婚时您再看着挑一辆喜欢的，钱不是问题，喜欢就行，到时候就当是陪嫁，写周进的名。周进高兴的脸都红了。那车其实是我爸临时租来的，我一个没忍住差点破功，忙低头装作弄椅子。怎么了闺女？哦，椅子不太稳。我爸顺手摘下个黄金戒指塞进一个椅脚下面。现在稳了吗？我坐着更不稳的椅子，嘴角抽搐。稳了，心里疯狂吐槽，我爸这演的也太过头了。对面陈玉荣和周进不经意间对视一眼，又很快挪开视线。饭吃到一半，我爸就跟陈玉荣将我跟周进结婚的事情谈清楚了。彩礼不要，陪嫁500万，加2套房产，车子100至200万之间随便挑。我听着牙酸，我爸将他那小公司卖了，也不值这么多钱吧？我爸感叹，我也就这么一个女儿，身家除了给他也没别的人可给，要是他妈年轻时候再给我生个……他顿了顿，瞅了眼我妈的脸色，然后豪迈笑道，哈哈哈，俗话说女婿也是半个儿，我女儿给我找个这么优秀的女婿，我可是把女婿当亲儿子的。说话间，我爸的手机铃响，我眼睁睁看着他接起一个闹钟，然后脸色从茫然再到瞬间爆发出巨大的惊喜。不过也就短短几秒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爸舌头都快捋不直了。放下电话，他甩下一句，抱歉，亲家，我有点急事，先走一步。人很快消失在门外。
留下身后，我们4个人面面相觑。我妈赶忙圆场，这老头子做事总是一惊一乍的，咱别理他。我一头雾水，跟着吃完饭，又跟着我妈将周进母子送上那辆揽胜。见周进摸着方向盘，跟中大奖了一样的表情，我整个人风中凌乱。回到家，我爸已经躺那儿听着小曲，喝着茶，见我就问：“闺女，你爸这演技如何？”我顿时无语，你老到底演的哪出？我爸招招手让我过去，语不惊人死不休，我的私生子找上门了。哈！我张大嘴定在原地，我妈扑哧一声跃开了。这孩子自个儿演戏的时候那么精，到别人演戏了怎么就看不懂呢？当然是假的啊！后脑勺一痛，我妈毫不客气地给我一巴掌，然后走过去跟我爸一块儿听起小曲喝上茶。他俩喝茶的间隙给我解了惑，原来他俩前几天一直在外面溜达，是混圈子去了。我爸混象棋圈，我妈混广场舞圈，就在周进家附近，几十年的老小区了，邻里之间有点什么，无意中一聊就打听到不少事，比如周进有毒瘾。你跟周进在一起快1年了，见过他赌不？我爸问。我摇摇头，别说赌了，周进在我面前可谓再老实不过，抽烟喝酒我都没见过。爸妈说，自从有人上门要赌债后，周进好赌的事在小区里就不是什么秘密了。那老小区里基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在住，年轻的都买房搬出去了。先前周进家也准备买新房的，结果周进那欠债暴雷，陈玉荣辛苦攒下的钱一下子全填了进去，母子俩日子越过越苦，就想通过找有钱姑娘翻身。之前周进接触过的几个都察觉到他家情况没上当，也就我这个没心眼的跟他谈了快1年，还觉得他好。我一面觉得汗颜，一面还想给自己挽回点尊严，那就不能是周进失败了几次变聪明了，在我面前更会伪装了。我爸闻言眼神狠了狠，他们母子会装，我们比他们更能装。我已经找人查过周进，他欠下的债估计又快爆雷了，他现在怕是觉都睡不着了，正好趁着机会引他上钩。他转头吩咐我妈，你这几天多找陈玉荣出来拉拉家常，该说什么懂得吧？我妈回他个 OK。 我爸又转向我，等你妈妈演完这场就该到你上场了。第2天我妈就将陈玉荣约了出去。据我妈说，陈玉荣起先还挺兴致缺缺，不太乐意，直到我妈二话不说买下陈玉荣盯了很久的一套上千的衣裳给他，陈玉荣的态度立马就热络了，两人短短几天就处得像姐妹一样，无话不说。当然，无话不说的人只是我妈，她就像终于找到了可以大倒苦水的人，将她埋藏心底多年的苦楚一一倾诉。她告诉陈玉荣，我爸年轻时候可花心了，他生完我之后伤了身子，再生不了2胎。我爸有钱后，虽然嘴上不说，心里一直很想要个儿子，要不是他盯得紧，搞不好私生子都得搞出好几个。我妈对着陈玉荣满面愁容，怕就怕有那藏得好的没被我发现，要是哪天突然蹦出个私生子来跟我女儿抢家产，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当天晚上，陈玉荣就打来电话，邀我们一家第2天吃饭，商定婚期。那天我爸临时跑了，婚期并没说定。经我妈这一折腾，陈玉荣估计着急了。虽说私生子还是没影的事，可是万一呢？还不如早点将该得的东西拿到手。我爸妈欣然应约，只不过第2天一早，
家里多了个人，这是我的私生子。我爸给我介绍，我差点被口水呛到。虽然知道是假的，但是我爸找的这个假人也太真了点。不仅高矮胖瘦跟我爸相差无几，就连那模样都像了个6、7分。还别说是他儿子，还真能骗人。我爸见我盯着人家目不转睛，咳了一声，别当真，人家是个易容师傅，画得像而已。然后告诉我，接下来该我上场了。于是在比约定的时间晚了整整1个小时后，我惊慌失措地冲进包厢。周进，怎么办？我爸在外面居然有个私生子，我爸刚刚把他领回家了。我爸说他的财产都要给他的儿子继承，看在养了我20几年的份上，勉强给我20万陪嫁，其他的都没有了。说完，我哇的一声嚎啕大哭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仿佛这一辈子的眼泪都要流干了，心里却有苦难言。我妈给的那啥玩意儿也太辣眼睛了，眼泪止都止不住，哭得我自己都快信了。母子俩唰地站起身，脸色一下子黑成锅底。陈玉荣沉声说道：“先别哭了，快带我们去你家看看，你爸别被骗子给骗了。”两人跟在我身后，紧赶慢赶赶到我家。等他们看清那个私生子的长相后，双双失语。我妈披头散发坐在一旁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嗷嗷在哭。亲家，怪我这个当妈的没能力，没想到当初随口说的一句话，现在竟成了真。这老头有了儿子，就完全看不到女儿了。呜！我爸揽着他的儿子坐在一旁，满面红光。你们也别怪我，我这样做也是人之常情。我这儿子从小到大没在我这享过一天福，我太愧对他了。温宁享了这么多年福，就知足吧。陪嫁20万已经给的算多了，你们就别再闹了，不然……我爸脸色一沉，不然把我闹烦了，连这20万都没有。我假装惊慌看向周进，他眼中似有一丝阴狠，一闪而过。走之前，我爸叫住周进母子：“那辆车我已经给我儿子了，明天他会去开回来。”周进攥紧了拳头，门一关，全家松了口气。我扇着依旧热辣辣的眼睛，问出我的疑惑：“爸，周进和陈玉荣会信吗？是真是假？对他们母子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”我爸喝了口茶，慢悠悠继续说道：“周进大概是觉得财富已经握在手里了，在赌场里彻底放开，结果输的将他家的房子都抵了出去，再加上他之前就欠下的债，他们母子要是找不来钱还，很快就得露宿街头。人被逼到穷途末路的时候，什么事干不出来？特别是我们这只煮熟的大鸭子要飞了，他们能放过？那你觉得周进母子会怎样？”我爸沉声道：“最坏不过谋财害命了。”我瞪大眼睛，怔怔在原地。我爸安抚我：“别担心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”当晚，周进给我爸打来电话，他说车是我爸的，当时也是我爸交给他的，现在要还车，我爸也应该亲自到场验车，他才放心。凌晨4点，我爸安排的人传来消息，周进对刹车动了手脚。视频传过来，漆黑的夜幕下，周进鬼鬼祟祟从车上下来，脸上泛起恶劣的笑。我不禁一阵胆寒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钱这个东西果真能让人发狂。第二天，我爸和他的儿子一起去拿车，周进殷勤地站在一旁。我爸围着车转了一圈，再次跟他确认：“车子真没啥问题吧？”周进连连点头保证。我爸叹口气，拿出手机点开一段视频，递到周进眼前。周进越看眼睛睁得越大，到最后
双手不受控制地发起抖来。小伙子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。远处一辆警车鸣着警报，越来越近。谁也不知道那一刻周进是怎么想的，他昏了头一样，竟然突然窜上那辆车，猛踩油门，背着警车开来的方向冲了出去。变故几乎就在一瞬间，陈玉荣从楼里跑出来，周进开着刹车失灵的车，就那样迎面撞了过去，将人撞飞，抛出几米远。车子又擦过路边停靠的好几辆车，最终撞上一棵树，才得以停下。现场一片惨烈，周进被警察从车里拖出来，只见他浑身软得跟面条一样，扶都扶不起来，脸色白得跟鬼一样，嘴唇颤抖，说不出话，傻了一般。陈玉荣最终没有抢救过来，周进成了杀人犯。谁都以为警察是我爸叫来的，原本我还在琢磨要怎么跟周进和他妈妈说，才能既不伤和气，又能把钱要到手。后来得知，那天的警察并不是朝周进去的，而是同一个小区的住户家里失窃，是他们报的警。就这样阴差阳错，周进看到警车，吓破了胆。结果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局面，害死了自己的母亲。如果他不死，想必这一生心里都不会安生吧。事后，秋秋听我说起这事，一阵唏嘘。他劝我，要不你把你那车换了吧，买辆7、8万的车开一开得了，免得再被人惦记。我思虑了一下，转头跟我爸说起。我爸说，没必要。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？我想想，说的也是，只不过发生了这样的事，我实在不想再待在这个地方，正好爸妈召唤，于是我告别秋秋，回老家陪伴在爸妈身边，混吃躺平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